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幸福的眼泪。我早就想做新疆烤馕了，一直没买馕针，感谢大家催我。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做新疆烤馕吧。做法真的很简单，吃起来超级香。今天的视频内容很丰富，一次搞定皮鸭子馕、芝麻馕、核桃馕，还有搭配馕的咸味奶茶，赶快收藏做起来吧。先熬一个葱油，小锅里倒入一些油，放入洋葱，中火慢炸。炸到洋葱变得有些焦黄色了就可以了，这个时候你也可以闻到很香的葱油味儿。然后把油过滤出来，这个炸好的洋葱也别扔，可以先放在密封罐里放冰箱保存，到时候可以替换一些油葱酥做卤肉饭。等葱油凉了就可以和面了，面粉里加入盐、糖、酵母，先拌匀，然后再加入鸡蛋、牛奶还有油。先搅拌成絮状，然后再下手揉面，给它揉成一个光滑的面团就可以了。揉光了以后，就给它平均分成3份，把每份再揉一揉，给它揉圆，揉到表面光滑，跟揉馒头差不多吧。然后发酵，这个时候可以把要撒在馕表面的材料准备一下，白芝麻和牛奶混在一起，洋葱切碎，洋葱就是皮牙子，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了，再加入一些黑芝麻、孜然粒、盐拌匀。这个面发到 1.5 到2倍大的状态就好，然后给它再重新揉一下，排排气。揉的时候呢，我是比较轻轻的揉的，没有太用力。稍微揉几下，面的表面还要保持光滑，然后给它按扁。因为排完气以后面筋比较紧，可能按不扁，也可以用擀面杖擀几下。这样子再松弛一下，方便待会儿整形。给它松弛个10到15分钟左右。松弛的时候表面要给它盖好，因为我这块现在实在太干了，所以我要表面给它喷点水。松弛的时候就要预热烤箱了，因为这个烤馕是整形完以后就烤，不会再发酵了。最好早一点预热烤箱，烤箱预热230度。等松弛的时间到了以后，就把它整成一个饼的形状，就像披萨一样，4边厚，中间薄。我就是给它先按，把中间按薄，给它按大，然后可以给它拿起来，这样一边转这个面，一边捏这个边儿。面团随着重力也能慢慢变大。如果你喜欢吃稍微酥软一点的，中间就可以厚一点；如果你喜欢吃脆一点的，就可以薄一点。我建议是弄得薄一点，因为这样可以吃到不同的口感，有酥脆的口感，还有酥软的口感。整成这样的饼以后，就拿出馕针，在中间薄的地方使劲扎透，这样烤的时候中间就不会鼓起来了。不想买馕针的话就用叉子，其实我觉得买个馕针也行，没多少钱，我这个是20多块钱，还挺好看的，可以摆在家里。然后就把这个饼转移到烤盘上或者油布上，如果有石板的话，要用石板烤，就放在油布上，没有石板的话就放在烤盘上就行了。表面撒一些泡过牛奶的芝麻，然后再在上面刷上牛奶。直接放入预热好的烤箱下层，上火可以调210到220度左右，下火还是230度，大概时间是12到15分钟左右，具体还是得看自家烤箱的情况。基本上表面上了很好看的颜色就烤好了。芝麻烤馕出炉啦！烤第1张馕的时候，就可以把第2张馕给整形好，还是表面用馕针给它扎透，然后刷一层牛奶，再把拌好的洋葱粒均匀的撒在上边。还可以做个造型，就这样把边儿给它捏个褶儿。如果你喜欢吃孜然的话，表面可以再撒一些孜然粒儿。
然后就可以放入烤箱烘烤了，温度和时间是一样的。皮鸭子馕出炉啦。第3个做核桃馕，这个也叫夹心馕，就是除了加核桃，你还可以加其他你喜欢吃的坚果。把面擀开，然后放上熟的核桃，核桃不要太碎，一个核桃仁掰成4瓣吧，然后把核桃包起来。包起来以后，给它整成一个圆的造型，然后再压扁。先把封口处朝上压扁擀开，擀的差不多了，然后再翻面擀。这个就不可能擀到特别薄了，擀到核桃的那种厚度就可以了。然后表面还是可以再刷一层牛奶，也可以刷蛋液，我刷的就还是那个芝麻牛奶。再用馕针在上面扎眼儿，防止它烤的时候鼓起来。行啦，然后就可以放到烤箱里烤啦，还是放在烤箱的下层。这个因为是夹心馕，饼会稍微厚一点，时间可以稍微延长个3到5分钟。我是用上火200，下火230，烤了大概18到20分钟左右。香喷喷的核桃馕也出炉啦，棒棒哒！揉一次面搞定3种不同口味的馕。不会有人说你这也不是3个呀，你这是好几个呀，因为我做了2遍呀。皮鸭子馕、芝麻馕、核桃馕。烤馕的时候就可以来煮咸奶茶了。新疆的奶茶是用这种砖茶来煮的，这个是我在网上买的，有便宜的有贵的，我买的就是属于便宜的。可以一次性先把这一块砖都给它掰碎了，用手掰挺费劲的，建议用刀。找一个没什么味儿的茶叶盒，装在茶叶盒里，拿一些茶叶放在小锅里，这个放多少就随意，根据自己口味儿。喜欢茶味浓的就多放茶叶，喜欢奶味浓的就多放奶。倒上水煮个3、5分钟的，把茶叶的香味煮出来，然后可以把茶叶滤出去。再继续回锅，加点盐，再加点奶，再煮一会儿就好了。听说在新疆喝奶茶都是用碗的。馕也烤好了，热乎乎的咸奶茶也煮好了，开吃吧。馕可以一次多做几个，然后放冰箱里冷冻保存，可以保存1个月。吃之前复烤一下，还是会非常脆的。我这个皮鸭子馕中间就弄得有点太薄了，但是我真的好喜欢这样的口感，吃起来特别脆，特别香。这个脆的地方蘸了奶茶吃也是脆的，香脆香脆的，还有奶茶的香味儿。这个边儿就是又酥又软的口感，再蘸着奶茶吃又是另外一种复合的口感，真的很香很好吃。这个是我第一次最开始做的稍微厚一点的芝麻馕。反正你喜欢吃脆一点的就可以做薄一点，喜欢吃酥软一点的就可以稍微厚一点。核桃馕也是很好吃的，这个外皮吃起来是酥的口感，里边是软的，再加上有核桃，也是越吃越香。那今天就到这里啦，我们自己在家也可以做出很好吃的新疆烤馕，做法也不难，大家赶快动手做起来吧。喜欢我的视频一定要帮我点个赞哟。